大家好，我是老四啊。然后，奇迹新上了一款车机啊，就是这款，它相当于是之前咱们做的那款的一个简化版。它现在这款车机最爽的就是它可以直接插 USB。你看这是试驾车，我大概花了2-3分钟的时间吧，就把它装到这台试驾车上了。然后就可以很方便进行一个使用。它相比于前几代，最主要就是它现在只有就是阉割了那个，也不能说阉割吧，去掉了行车记录仪的功能，然后减了1000块钱，现在应该是1580这样一个价格。我感觉它这一代最方便的就是不用再去走线了，你前面有 USB 的话，直接一个 USB 插口直接就可以插上去。如果就是方便了很多啊，因为有时候还是有点啰嗦的。还蛮不错的，很适配703这种。你像我车本来就带胎压，带这个行车记录仪，那装上一样，装一个这个东西就很方便。然后呢，今天也是借到了703啊，之前骑703怎么说呢？只是一个这个试驾吧啊。没有进行太多的这么一个感受啊。那这次呢，我们借到了，正好也来这个比较宽敞的这个大路上，好好来试一下这个车哈。那首先，我把音乐暂停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长时间的骑的话，你会感觉这个车的排气声音还是大了一些。说实话还是有点大的。第二个就是它的发动机还是在这个动力结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发土啊，就是你这个。就是你这样去，在这个动力松开，然后马上去给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这个发土的感觉，或者说这个稍微有点闯的这种感觉。我们这期视频就尽量来多找一些这个703的一些问题啊。其实这个车对于这个长途来说，它最舒服的转速是多少呢？说实话是4000转以下，它的震动和它的声音都不算很大，就整个的这个一个汽车里那个词来说，就是体感上还静谧性还比较好一些。一旦超过这个5000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后视镜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糊的一个状况了，然后手把也会传来，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影响这个舒适度的震动啊。但是这个车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齿比做的比较的密啊，这个快排非常的好用啊。这个快排虽然说没有电子油门，但它的快排非常的好用。它这个快排非常的好用，它这个继续说，它的齿比做的比较密的情况下，那你虽然说老陶说6档能当自动挡，但其实你日常在用的时候会感觉这个车6档不像6档，6档像几档？6档像他妈3档或者4档，它会有3档4档那种感觉。你看我们稍微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想上一下摆，它的动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么115高速巡航的这么一个这个区间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后视镜稍微有点震啊，就后视镜会稍微有点糊，这个还算是一个，其实还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啊。它的4、5、6档之间的速度差距不是特别大，大概就是这个90、100、110这样一个差距啊。基本4档、5档感觉不太会用得到，因为其实你看我这个时候升到6档，它照样能骑啊，总给人感觉这个车
你在高速巡航的时候，感觉它缺个档，就是缺一个，再往上好像还有一个7档。感觉如果有个7档踢上去的话，整个车的转速就降下来了，然后这发动机的声音啊、排气的声音都降下来了啊。就是感觉它的齿比还是太密了，6档下的齿比太密了。6档下的这个最舒适的速度大概是90左右啊。如果你上到100，这个时候声音就比较大了，然后震动也出来了。然后我也尝试过，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把它的这个转速给干到3档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来跑到110，也就是说错过它6、7千转这个震动带，用8000多转去跑这个110多，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后视镜确实，你看大家可以看到不糊了，手把上也没震动了。这个时候震动传递到哪了呢？这个时候震动转移到了脚踏上，脚踏会传来一个相对有一点点绵密的震动啊，比较细碎、比较绵密的这种震动。那这关键是大家愿意这样去骑嘛？就是我跑到110以后，反而从6档切到了3档啊，就是错过了它的这个共振带嘛。大概就是6、7千转是这个车的共振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它整个这个后视镜的状态好了很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等它的速度真的上来以后啊，你会感觉这个风挡确实有点窄了，它两侧的风会往你这个，就我现在是开着面镜的啊，会往你的面镜的这个方向去有点吹的这种感觉啊。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它的排气声音最大的时候啊，是它这个6千转啊，5、6千转。这应该也是试驾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个车震动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试驾车它限制在7千转以内，那你试到5、6千转感觉震动比较大，然后7千转就断油了，就给你一种这个车的震动越来越大，后边可能还会更大。但事实上它到了8千转以后，震动并没有变大，而是发生了变化，就是手把上的震动变小，脚踏上的震动开始变大了。就这个车如果100以内巡航的话，你用6档真的是比较屌的，会感觉它的6档他妈怎么都能用啊，这个50也能用，60也能用，70也能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老陶这个齿比可能，哎呀，但是没办法，它这个发动机可能是一个要用很多个车的，它这个变速箱可能要用很多个车型儿，可能综合考虑之下觉得现在的这个状态可能是最适用的吧，适用于各个车型吧。就如果是 T 或者是那个2R，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它这个车在3000多转的时候，震动控制是真他娘的好，3000转以内震动控制是真他娘的好。感觉这个时候扭矩其实也够。就如果这个时候3档跑个60多转，然后4档就是按照3档60多转这样去设计，它肯定是拖得动的嘛。就是如果6档的时候是3档，然后我还能再往上去升，能用这样一个速度，能用这样一个转速去进行巡航的话，感觉是挺美的啊，挺美的。就不知道功率够不够。然后另一个就是这个车的高速真的是非常的稳啊，相当的稳定。但是如果你速度真的上来以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避震是扣分的。那有人说啊，这个避震可以调啊之类的，其实我并没有说它的避震软或者硬的问题，而是它的避震在速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去应付这些坑坎的时候，感觉它的素质有点坑不住了啊，感觉它的这个素质有点不太够用了。非常稳啊，速度起来以后非常稳。还有什么问题呢？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刹车，
前段续行程确实是稍微有点长了。对我造成比较大困扰的还是它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声音啊，对我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困扰。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它6档的时候，老想往上再升几个档。其实结论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就是这台车确实是做到了目前欧洲进口车素质的这么一台大排量的 ADV， 骑起来也确实有大排量 ADV 的这种稳定感。还有什么问题呢？我刚才还发现什么问题呢？就这个减震真的表现不好，这个减震它这个减震表现可能直接导致我，不过也没办法啊，车架放在这里应该也用不了特别贵的减震，主要是后减。